拉山乌龙茶4大理由让你重新认识拉拉山。水蜜桃之外，乌龙茶更迷人。大家对桃园的印象是不是还停留在飞机、机场、转机、睡地板？不是有记得一间茶行在桃园南崁？对，就是我们杰心茶行，也是在桃园啊，但我们没那么大名气啦，有自知之明没关系。想喝茶的时候，记得我们这个频道到影片下方拿个优惠券，到虾皮购物买个茶。如是海外的朋友可以留言或私讯我们，也是有优惠的哦。结束工商时间，要来聊聊新兴茶区拉拉山。位于台湾的桃园地区，这里不是只有山，是一座会下雾的神秘山谷。更重要的是，这里有2大神物，一个是性感多汁的水蜜桃，一个是香气撩人的乌龙茶。先说水蜜桃，每年6到8月，拉拉山就像开了场水果时装秀，满身的桃子穿着粉红色小洋装，挂在矮矮的树上跟你招手，嗨，要不要来咬我一口？我超甜的哦。这里的桃子可不是普通的水蜜桃，它们屁股圆，香气浓，果汁多到可以当洗面乳。但坏消息是，它们1年只出厂1次，还常常被台风抢袭。所以聪明的农民们就想啦，不能靠桃子吃1整年啊。于是从4、5年前开始，他们转职成制茶高手。拉拉山的茶园现在可是台湾最新崛起的茶叶新星，1年可以采收3到4次，比桃子勤劳多了。来宾请掌声鼓励鼓励。拉拉山乌龙茶一出场，立刻被封为茶界明日之星，香气清新中带点水果味，喝起来像是在谈一场温柔恋爱。拉拉山以前也有茶啦，还有个可爱的名字叫梅台茶，只是后来被高山茶抢风头，有点像偶像团体的退役前辈。直到西元2010年，这批新生代茶叶登场，大家又重新爱上这座迷雾山林里的茶香小宇宙。那么来考古一下梅台茶是个怎样的退役偶像前辈呢？游一梅台茶，穿越回时光隧道，来聊一聊梅台茶。嘿，这不是讲梅子，也不是介绍梅子口味的茶，而是台湾茶历史中的一个小小传奇。你以为拉拉山只有水蜜桃，那你太小看桃园的山头啦。在这座会下雾、会变脸的山里，早在1997年，对，网络还要接驳的年代，这里的茶叶就已经风靡一票人。而且你知道这名字是谁取的吗？不是网红，也不是茶农阿伯，是前副总统谢东闵先生亲自命名。这茶这么赞，给他取个诗意一点的名字，就叫梅台茶吧。当年桃园的茶园超级大，1500公顷大，从龙潭到龟山，一路铺到复兴山区，根本就是茶叶界的摩天大楼计划。过时光飞逝，到了西元2019年，茶园缩水成534公顷。但别小看这缩水版的茶园，它可是主打内销市场的精致路线。不过这被命名梅台茶的是产自于复兴山区，还有石门水库上游，地点梦幻，空气清新，土壤肥到爆，冒出来的茶香那叫一个仙气飘飘，喝一口直接从人间升到9重天。现在复兴区的茶园集中在拉拉山，面积大约46公顷，虽然比不上巨无霸的梨山或阿里山，但这里的茶就是有种你喝了会想说这也太舒服了吧的魅力。
所以下次来拉拉山，不要只顾着跟水蜜桃自拍，也给梅台茶一个机会，喝喝这款有前副总统背书、有历史、有颜值的山系茶界元祖，油2贴近凡人的口感。有些人可能会问，那梅台茶喝起来怎么样呢？有点像你第一次喝咖啡的感觉，既熟悉又新鲜，有香气有口感，却不过于浓烈，适合那些想从平凡人生中找点小惊喜的人。梅台茶的香气不像那些激烈的高山茶一样霸道，但却让你每一口都想，这茶不错。你看看这外表，茶叶紧紧的，卷卷的，仿佛经过10堂瑜伽课的高山少女，一冲热水下去，那茶汤水色，金华透亮，比你手机滤镜还自然的那种金光闪闪。然后那个香味啊，各位，这不是单纯的有茶香这么简单，它是这是花香还是果香还是恋爱的味道？反正就是一口下去，全场安静3秒，只听到喉咙说再来一杯。入口甘甜醇厚，整个人仿佛躺在高山上的云朵里被轻拍，后韵那叫一个强，像个有修为的太极师傅，温柔但有力。最重要的是它不会苦，什么苦涩啊都退散。这茶超佛系，不呛不燥，不给你压力，只给你舒服满分。拉拉山高山乌龙茶简直就是高山界的微笑天使，香气活泼，口感成熟，个性不苦，是不是很可以啊？它可能不像现在的新茶花旦那么耀眼，但它曾经辉煌过，是拉拉山茶区的老前辈。当你下次在茶海中选择时，别忘了给这位曾经的明星一个机会，你会惊讶于它的魅力，保证每一口都有故事。有3，拉拉山茶厉害之处。科学小教室开启，为什么拉拉山的茶这么厉害呢？因为这里海拔高1000到1500公尺，天气冷，平均16到18度，湿气重90%，日夜温差大，超过10度，再加上超赞的排水实力土。一句话总结，这里是茶叶的5星级 SPA 会馆，而且这个天然雾感不是来自坏空气，是因为高山温差、空气湿度，还有山的神秘呼吸法。大自然的肺功厉害吧？目前整个茶区横跨巴陵、三光、新兴、光华部落，种最多茶的是三光村，有够亮的，哈哈哈，3个光嘛。种的茶以清新乌龙为主，还有极少量的铁观音，全部手采，所以每一片茶叶都像被呵护长大的小宝贝。再来桃园的时候，不要只去机场排飞机餐啊，转个弯上山，让水蜜桃撩你一下，让乌龙茶暖你一整年，是你值得认识的桃园山系偶像组合。留言告诉我们，你是桃子派还是茶叶控？有4，拉拉山茶的4季变装秀，你知道吗？乌龙茶不止喝起来有层次，它的个性也跟4季一样多变。资深茶友肯定知道，春的甲胖，冬的甲丁，或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：春茶肥，秋叶瘦，夏茶薄，冬茶透。那么拉拉山的4季又产出怎样的茶呢？欢迎来到茶叶的4季变装秀。登场第一位选手，春茶小姐，她来自3月的拉拉山，空气刚暖，土地刚性，风味清新淡雅，带点花香，就像那种温柔婉约型女神。喝一口你会说，这味道
有点像被樱花撩到。接下来是我们的夏茶先生。6月天雨水多，太阳又猛，茶叶晒得精壮又成熟，风味浓郁有力道，就像那种晒到全黑还健身的阳光型男友。据说有些人一喝就热恋上了，然后回家冲太浓而昏倒。第3位出场的是气质超群的秋茶女王。秋天的拉拉山气候稳定，日夜温差大，茶叶也特别慢熟，风味温润，韵味深长，带点熟果香。它不是一口惊艳型，是喝着喝着就懂了的那种恋爱，很适合思考人生的时候喝，比如晚上11点看前任 IG 的那种夜晚。最后是我们最神秘限量出场的冬茶小哥。冬天超冷，茶叶长得超慢，但是呢，茶叶超级持久，风味干净收敛，像那种冷面笑匠，喝完你会说，它看起来冷，但内心很温暖。不过很少见是茶农也怕冷啦，采茶时手都快要结冰了呢。所以拉拉山乌龙茶不只是茶，它根本是一部4季的影集，风味分级上线。你今天想来点春天的暧昧，夏天的奔放，秋天的成熟，还是冬天的慢熟细温暖？茶懂你的4季情绪，一叶知秋也懂春夏冬。拉拉山乌龙茶喝出你的季节感。喜欢影片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给所有今天不知道喝什么的朋友。